我那位朋友不可能与你这种人志同道合，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梁丘大师以极为确定的口吻说道，话语之中更是充满了对牛鼻子老道的鄙夷以及看不起。你这个人可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又不是那位兄台，你凭什么断定我和他不能成为朋友？牛鼻子老道则是有些不服，可听得牛鼻子老道的话后，梁丘大师则是露出怒容，冷声斥道，你说谁是小人？眼见梁丘大师都动怒了，生怕他们吵起来的楚风赶忙开口问道，前辈，静心之地在何处？既然我们已经出来了，应该去通知朱前辈一声，你要进入静心之地。小子，想都别想了，你连死亡之门你都承受不住，你凭什么进入静心之地啊？静心之地就连我都进不去。得知楚风竟然要去静心之地，牛鼻子老道不由得说道，梁丘大师，莫非那里很是凶险？楚风再度对梁丘大师问道，的确是非常的凶险，不过楚风你也不要太过担心，朱兄他的本事远在老夫之上。朱兄说了，给予他79日的时间，79日之内他应该可以自行出来，而这79日之内也不让我们去打扰他。梁丘大师说道，可若是79日之内朱前辈他无法自行出来呢？楚风问道，若是无法自行出来，话到此处，梁丘大师面露为难之色，但看楚风一副不说清楚就不肯罢休的样子，他还是再度开口，若是79日之内他还没有出来，那就一定是遇到了麻烦。他还说，若是79日之后他还没有回来的话，就叫你去找他。他说，若是你的话，也许能救他一命。梁丘大师说道，救命！去静心之地的话，那根本就不是救命，而是去送命。楚风，你可千万不要去，你去了也救不了他，只会搭上你自己的性命。牛鼻子老道开口劝道。牛鼻子老道这番话自然不好听，可是梁丘大师和古明渊却也只是用那如刀子般的目光看了牛鼻子老道一眼，并都没有反驳。他们其实与牛鼻子老道想法一样，都觉得就算楚风去了，也是凶多吉少。想一想，那姓朱的老者可以进入静心之地，借助阵眼的力量来减弱死亡之门的力量，他的本事在祖武星域简直可以用通天彻地来形容。可就是如他这样的存在，进入静心之地都无法安然出来。楚风这样的修为进入其中的确很是危险，所以哪怕古明渊和梁丘大师对那朱姓老者都充满愧疚，可假如79日之后那朱姓老者真的没有出来的话，他们也不希望楚风去冒险。前辈，静心之地距离此处远吗？楚风问道。远倒是不远，只是藏在明镜海的深处，若要去的话，几炷香的时间就够了。梁丘大师说道。那晚辈知道了。楚风已经暗下决心，不管那静心之地是如何凶险之地，只要79日之后那位朱姓前辈没有回来，楚风就去救他。毕竟那位是因为救楚风才落入危险之地的，楚风自然不能见死不救，否则便是不仁不义。对了，梁丘大师，明镜海出现如此变化，会不会与朱前辈有关？会不会是他在那静心之地内做了什么？古明渊问道。明镜海的变化很是诡异，原本古明渊还担心明镜海发生这样的变化会让楚风他们落于更加危险的境地，而现在楚风他们已经安全的出来了，他自然也就不担心了。但是他还是想弄清楚为何明镜海会忽然出现这样的变化，毕竟明镜海已经存在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变化。你倒是提醒了我，搞不好这个变化还真的是朱兄所为。毕竟若要说对明镜海的了解，没有人比他更强，连死亡之门内的力量他都能在静心之地改变海面，也不是没有可能。梁丘大师说道。这你们可就猜错了，明镜海这样的变化任何人都改变不了，除非这明镜海最重要的东西被人拿走。牛鼻子老道说这话的时候，在他那猥琐的脸上也是露出利奥得意的笑容。楚风知道牛鼻子老道是要开始卖弄了，你这是什么意思？梁丘大师和古明渊同时问道。果然牛鼻子老道这番话已经吊足了他们的胃口，所以楚风注意到此时的牛鼻子老道变得更加的得意。我是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明镜海内最重要的东西还能是什么？那自然便是传说中的兵器斗神之戟。牛鼻子老道说道。你的意思是有人将斗神之戟拿走了？梁丘大师问道。自然是。牛鼻子老道说道。不可能，朱兄在明镜海观察多年，为的就是斗神之戟，可是这么多年了，连他都不知道斗神之戟在何处，又怎么会有人将斗神之戟拿走？对于牛鼻子老道所说的话，梁丘大师则是坚决不信。斗神之戟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够拿到的，能够拿到斗神之戟的人绝对不是一般人，而你们就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是什么？牛鼻子老道说话间，手掌自乾坤带划过，下一刻银色的光芒自其手中释放开来。当那银色光芒释放之后，那原本巨浪翻腾的明镜海不仅再度变得平静起来，并且在牛鼻子老道身后则是出现了上万道身影。那身影长相狰狞，宛如恶灵一般，可是他们的气息却极为强大，皆是一品至尊境。这些家伙啊，见此一幕，梁丘大师、楚轩正法顿时目瞪口呆，同时严重涌现出了震惊与恐惧交织的复杂情绪，就连古明渊也不例外，毕竟那可是上万个至尊境的存在啊！身为祖武星域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上万位至尊境代表着什么，而最重要的是，那足上万名至尊境的存在，此刻不仅站在牛鼻子老道身后，更是半跪在地上，那俯首称臣的样子，就好像牛鼻子老道是他们的主人一样。但最重要的是，牛鼻子老道手中所握着的那把银色的战戟，那战戟气息覆盖天地，横扫一切。当他出现之后，天地间的一切都变得渺小不堪，就连古明渊这样自负的修武者，也是感觉气息被压制了下来，就宛如王者降临。牛鼻子，难道说你拿到了斗神之戟？梁丘大师惊声问道。尽管他不愿意相信，可是事实摆在眼前，却让他不得不信。
只是他很不解，如此珍贵的兵器怎么可能被牛鼻子老道拿到？嘿嘿，准确来说是这个小子拿到的。牛鼻子老道倒也没有邀功，反而是指向了身旁的楚风。楚风对于牛鼻子老道这个举动，梁秋大师三人则就更加惊讶了。一时之间，他们三人的目光全都投向了楚风。其实我只是出了一点力，主要还是依靠道人前辈。楚风很是谦虚的说道。古明渊忽然目露怒色，指着牛鼻子老道怒问道：牛鼻子老道，你是不是利用了楚风？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可能利用他？我不过是与他谈好了条件，只要成功拿到斗神之戟，这斗神之戟就归我。当然，我也不会让他白处理，会给他好处。牛鼻子老道说道。就你能给他什么好处？古明渊怒声问道。此刻的他很是激动，也很是气愤，就好像牛鼻子老道做了坑害楚风的事情一样。道人前辈他答应我，帮我融合天赐神力。楚风说道。什么？可是听得此话，古明渊和梁秋大师却是涌现出了相同的情绪，那是一种极为不妙的情绪。牛鼻子老道，你居然敢欺骗楚风，我和你没完！此时古明渊的怒气不仅更浓，他更是释放出了自己的那只尊敬的威压。看那架势，他是打算对牛鼻子老道动手。然而几乎与此同时，那上万名至尊境守护灵竟也纷纷起身，化作进攻姿态，将古明渊等人团团包围。那个架势，只要古明渊敢动手，这上万个至尊境守护灵也会毫不客气地攻向古明渊。古明渊，我知道你嚣张跋扈，很不讲理，但我现在可有斗神之戟在手，这斗神之戟可操纵这些守护灵，你若要与我动手，可要掂量掂量。牛鼻子老道举着斗神之戟说道。哼，就凭这些货色也想拦住我？然而面对足上万名至尊境的守护灵，古明渊却是面无惧色。前辈，是我自愿与道人前辈合作的，他并未逼迫我，也不存在欺骗我。眼见不好，楚风则是赶忙拦在了古明渊的身前，生怕他们二人就这样打起来。楚风，倘若这牛鼻子老道真的有本事让你得到天赐神力的话，那我自然没有意见。但是你并不了解他，其实这牛鼻子老道根本就无法融合天赐神力，这种事情也不可能有人做得到。这牛鼻子用这件事情不知道欺骗了多少人，他欺骗其他人也就算了，如今竟然骗到了你的头上，我岂能容他？古明渊说道。楚风小友，古明渊说的极是。此时就连梁秋大师也是开口了，随后看向牛鼻子老道，同样充满怒意。牛鼻子，好歹你也算是楚风小友的前辈，怎么能这样欺骗于他？欺骗？老夫从来没有欺骗过任何人，只不过融合天赐神力本来就是以将逆天道而为之的行为，这种事情本身就是极难，之前那些人做不到，只能说明他们资质不够，但是老夫当年却也是成功帮人融合过天赐神力的。牛鼻子老道说道。你说你成功过？那好，你曾经帮谁融合过天赐神力？你说出来看看。古明渊问道。那位不让说，我自然也就不能说。牛鼻子老道说道。让你融合，你融合不出来，就连融合成功的例子都没有，你还不承认你骗人？古明渊问道。我有多少本事，我自己心里清楚就好，何须让你们理解？面对古明渊的一再质问，牛鼻子老道则是摆出了一副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他根本无所谓的模样。你这个死骗子，就是欠打！此时古明渊气得脸色涨红，说话间便准备出手。梁秋大师，古前辈，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是我觉得道人前辈不会骗我，我选择相信他。眼见不妙，楚风只得再度开口说道。楚风就算不信任何人，但也不可能不相信他的父亲。既然他的父亲告诉他牛鼻子老道有这个本事，那楚风便坚信牛鼻子老道一定有这个本事。楚风甚至觉得世人不信牛鼻子老道，应该是对牛鼻子老道有所误解。楚风，你见楚风竟然如此相信牛鼻子老道，而却不相信他们，古明渊和梁秋大师也是倍感无奈，甚至有些生气。楚风，既然你不死心，那你也可以试一试，我帮你监督这个老家伙，不让他逃离，让他当着我的面教你如何融合天赐神力。当你发现他在骗你的时候，你再与我说，那个时候我再帮你出头教训他。虽然生气，但古明渊却也并未放弃楚风，反而是质疑要帮楚风出头。这样的古明渊倒也是让楚风颇为感动。信不信牛鼻子老道，那是古明渊的事，但古明渊却是发自内心的替楚风着想，真有趣。倘若我要走的话，古明渊，你真以为你拦得住老夫吗？牛鼻子老道讽刺地说道。牛鼻子，我看在楚风的面子上，不与你争辩。古明渊和牛鼻子老道说完此话，看向楚风说道。楚风，我再提醒你一次，这个牛鼻子就是一个骗子。前辈，多谢您的好意，但其实我觉得道人前辈所说也是有些道理。融合天赐神力乃逆天之举，我有心理准备，这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倘若我失败了，便只能说明是我的资质不够，我不会怨恨道人前辈。至于帮他拿到斗神之戟，也是我心甘情愿，真的不存在欺骗。楚风对古明渊说道。你看看楚轩辕的儿子，可比你们要明事理。古明渊，难怪你比不上楚轩辕，我看你连楚轩辕的儿子都不如，你这辈子就只能在祖武星域耀武扬威了。若是离开祖武星域，谁还知道你古明渊当年年少，你能与楚轩辕齐名？至于现在，怕是差了108000里都不止。别说楚轩辕了，楚轩辕的儿子要不了多久都会超过你。见楚风站在他这边，牛鼻子老道极为得意，竟对古明渊挖苦起来。他的挖苦还与别人不同，别人一般挖苦脸上的情绪或是愤怒或是讽刺，但这牛鼻子老道不是，他是笑嘻嘻的说的，那个样子就像是在开玩笑，但是却非常的欠揍。道人前辈，你也少说两句吧。楚风劝道。此时的楚风还真是有些为难，一边是古明渊和梁秋大师，这两位与自己的关系不用说了，虽然相识不久，
但也都是自己很敬重并且对自己很好的前辈。而另一边，则是楚风苦苦寻找已久，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牛鼻子老道。楚风是希望他们能够和平相处的，可不希望他们整日像敌人一样。行，楚风，我也不让你为难，不和这个牛鼻子吵。但我还是那句话，你若后悔了，就与我说，我替你出头。古明渊对楚风说道。多谢前辈。楚风抱拳道谢。古明渊对他着实不错，哪怕他站在了另一边，可古明渊却还是愿意为他撑腰。可忽然之间，那趴在古明渊身后的楚灵溪却是发出了一声轻哼。与此同时，在楚灵溪的小脸之上也是涌现出了一丝痛苦之色，并且楚灵溪脸上的痛苦之色越来越浓，原本美丽的小脸开始变得扭曲，就连身体也是开始挣扎起来，就仿佛他在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一般。大师，灵溪这是怎么了？楚灵溪忽然这个样子，这可将古明渊吓坏了，赶忙向梁丘大师询问起来。然而还不待梁丘大师说话，楚灵溪的双眼之中便迸射出2道蓝色的光芒，那光芒直冲天际，连虚空都被洞穿。伴随光芒出现之后，就连虚空之上的暴雨都是变得更加强烈，下方翻腾的巨浪竟也凶猛了不少，就仿佛天地的力量都受其目光所控。可是要知道，此时楚灵溪的双眼可还是闭着的。这种情况之下，莫说是古明渊，就连楚风和梁丘大师也都吓坏了。然而就当他们靠近楚灵溪，想要仔细的查探一下情况的时候，楚灵溪竟忽然安静了起来，就连他眼中释放的蓝色光芒也是消散，而原本因楚灵溪而变得狂暴的天气也是恢复了先前的模样。忽然楚灵溪便睁开了眼眸，楚风就在楚灵溪近前，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楚灵溪此刻的眼眸是如此的美，那可是深海之眸。但是相比于楚风之前看到的深海之眸，此时在楚灵溪眼中的深海之眸不仅具有了灵性，更是散发着楚灵溪的气息。总之，此时楚灵溪的眼眸比他之前的眼眸还要明亮许多，也更加有神。不过这也正常，楚灵溪的眼睛再美，那也只是正常人的眼睛。可是眼下楚灵溪的眼中，那可是深海之眸，是吸收天地精华、磅礴武力且凝聚数万年才成型的天地奇物。楚风，楚灵溪看到楚风，顿时美眸一动，同时也注意到了身旁的其他人。父亲、母亲，我这是在哪啊？楚灵溪已经苏醒过来，但是对于眼前的情况却是有些茫然。毕竟记忆中的他还在楚氏天族，可是现在却身处狂风暴雨之中。很快，楚灵溪似是想起了什么，茫然的小脸涌现出了浓重的惊恐。我不是瞎了吗？母亲，我被灵狐鸿飞刺瞎了。此时楚灵溪的脸上布满了恐惧，开始紧紧地抓住古明渊。灵溪，别怕，你的眼睛已经治愈了。古明渊赶忙将楚灵溪从后背转到了怀中，一边紧紧地抱住楚灵溪，一边抚摸着头发，对她进行安抚。不会治愈的，我能感觉得到，他不仅仅是刺瞎了我的眼睛，他还刺瞎了我的灵魂，我不可能治愈的。我现在看到的都是假的，对不对？我已经瞎了，我已经瞎了。此时楚灵溪竟然哭了出来，他是真的难过，也是真的委屈，所以他的哭声撕心裂肺。而这也能够理解，毕竟谁都想做一个瞎子，更何况楚灵溪他还是一个如此有前途的修武者。傻孩子，那都过去了，你现在不是看得见吗？你已经被治愈了，不信你问梁丘大师。大师，你快告诉他，他是不是已经治愈了？话到此处，古明渊看向了梁丘大师。灵溪，你的眼睛的确已经治愈了。梁丘大师说道。灵溪，你不是能看见我们了吗？那不是假的，我们都是真实的，不信你再看看。随后楚风和楚轩正法也是纷纷开口，而在众人的劝说下，楚灵溪也是渐渐冷静了下来。冷静下来之后，他不仅确定自己的眼睛可以看见东西，还发现了其他的事情。我真的没有瞎，我这眼睛不对，我的修为有了变化。楚灵溪说道。修为，人们因为太过紧张楚灵溪，原本都没有注意到其他的。当楚灵溪这样一说之后，人们才去注意楚灵溪的修为，这才发现此时楚灵溪的修为已经不再是3品尊者，而是4品尊者。楚灵溪的修为竟然真的提升了。只是楚灵溪可是天级血脉者，他提升修为不是会引起天雷异象吗？为何这次没有，就这样快速的提升了？深海之眸，这是人们想到的第一个可能。楚灵溪的修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提升，而若非要寻找原因，那一定就是深海之眸。是我的眼睛，我这眼睛好像很特殊，我能感受得到，是它带给了我这变化。楚灵溪说话间释放出结界之力，凝聚成了一把镜子，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楚灵溪居然愣住了，愣住了好一会之后，才兴奋的开口：天哪，我的眼睛好美，我的眼睛，母亲，我这眼睛是怎么回事？还有，我们这是在哪里啊？楚灵溪兴奋地问道。而楚风等人也是将事情的经过大概的告诉了楚灵溪。当然，人们只是告诉楚灵溪来这里帮他拿到深海之眸，却没有说在这里遇到的种种凶险。这里就是传说中的明镜海吗？可是尽管人们没有说，可当得知这里居然是明镜海后，楚灵溪的眼中却是涌现出了愧疚之色。真是对不起，是我太任性，非要去挑战灵狐鸿飞，否则大家也不至于冒如此风险帮我医治眼睛了。楚灵溪变得极为懊悔。灵溪，你挑战灵狐鸿飞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的是那灵狐鸿飞这件事情，杨青会为你做主，我一定要让灵狐天族给你一个说法。古明渊以保证的口吻对楚灵溪说道。令狐鸿飞这个仇我要自己报，我只是不想让大家为了我而冒如此风险，毕竟祸都是我自己闯出来的，结果也应当我自己来承担。楚灵溪说道。她是一个聪明的姑娘，尽管大家都避重就轻，没有去谈深海之眸的来之不易，但楚灵溪还是猜到了这深海之眸的获得定然是充满了阻碍，尤其是楚风因为之前施展了天雷9重斩，对身体造成了负担，现在看起来还很虚弱，这让楚灵溪更加的惭愧了。
明明他挑战灵狐鸿飞是想替楚风出头，却不成想最后还要麻烦楚风来帮他，这和他想的可是完全不同。好了，灵犀，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你与灵狐鸿飞交过手，那你可知道灵狐鸿飞现在到底有着怎样的实力？楚风问道。我与他交手的时候，他与我一样，也是3品尊者，不过我总觉得他没有施展全力，他定然是隐藏了什么。但是现在我已是4品尊者，并且我这眼睛让我的战力增强了不少，若是现在再与他交手，那可就胜负未定了。说到这里，楚灵犀的小脸之上涌现出了自信之色，看来深海之谋对他而言还真的有了不小的助力。若只是如此，怕是还不够，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楚风说道。礼物？听的礼物，众人都是目光一动，可谁曾想楚风将目光投向了牛鼻子老道。面对众人不解的目光，牛鼻子老道很是得意地咳嗽了2声后，这才说道：小姑娘，你可真是幸运，交对了朋友。楚风如何帮你拿到的深海之谋，老夫不知道，但楚风为了送你这份礼物，可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也算是物有所值了。这份礼物便是他。牛鼻子老道说话间，便掌心一翻，将那颗蕴藏着天赐神力的珠子取了出来。看到那颗珠子之后，古明渊以及梁秋大师顿时满脑门的黑线，他们已经知道这礼物是什么了，那定然是要帮助楚灵犀融合天赐神力。然而坚定地认为牛鼻子老道的是骗子的古明渊和梁秋大师，自然不会觉得这样一个礼物会是一件好事。这气息难道说是天赐神力？可是相比于古明渊和梁秋大师，楚灵犀却是双眼放光，对眼前那颗珠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的确是天赐神力。小姑娘，老夫知道你的体内流淌着2种血脉之力，一种是你父亲的天际血脉，一种是你母亲的古族血脉，但是只要你愿意吃苦，愿意努力，你还有机会得到第3种力量，那便是天赐神力。牛鼻子老道说道。前辈当真？听得此话，楚灵犀顿时大喜，自然当真，不过你还要好好感谢一下楚风才行，这种事情老夫可是不会随便帮忙的，若不是这楚风找我帮你，哪怕看在你父亲和你母亲的面子上，老夫也不可能帮你。牛鼻子老道说道。楚风，你对我可真是太好了。而此时楚灵犀也因太过兴奋，竟然一个箭步扑到楚风怀里，紧紧地抱住了楚风，别看抱得用力，但也只是抱了一下，随后便看向牛鼻子老道问道：前辈，那我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看你们想什么时候开始？牛鼻子老道问道。若是可以，我希望立刻开始。楚风说道。好，那就立刻开始，你们先休息一下，老夫去准备准备，准备好了立马叫你们。牛鼻子老道说话间便大袖一挥，大片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横扫天际。当那结界之力掠过之后，竟然有着一道巨大的宫殿浮现，而牛鼻子老道也是掠入了那道宫殿之中，似乎真的去做了准备。灵犀，对于融合天赐神力这件事情，你可莫要抱有太大的希望。古明渊对楚灵犀说道。他见楚灵犀如此高兴，便没有去揭穿牛鼻子老道的骗子行为，但是却也怕楚灵犀无法融合天赐神力而失望，所以只能提醒一下楚灵犀。母亲，我知道这很难，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楚灵犀说道。好了，楚风、楚灵犀，你们2个先进来吧。没过多久，牛鼻子老道的声音便再度响起。听得此话，楚风和楚灵犀自然也不怠慢，而是同时飞入了牛鼻子老道所布置的宫殿之中。进入宫殿之后，楚风和楚灵犀发现这宫殿虽然很大，但里面除了2个浴池一样的东西外，便什么都没有了，并且也看不见牛鼻子老道的身影。不过在这宫殿深处还有一个殿门，想必牛鼻子老道是在那里。你们先等一等，老夫还需要再准备一下。果不其然，自那其中传来了牛鼻子老道的身影。楚风，我是不是又给你惹麻烦了？楚灵犀对楚风说道。此话怎讲？楚风问道。我挑战灵狐鸿飞啊。楚灵犀说道。傻丫头，你那是为我出头，我感激还来不及，怎么能是惹麻烦？楚风说道。可若不是我强出头，你们也不必冒如此风险了。楚灵犀说道。可能这就是缘分吧，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这位道人前辈，可是一直找不到他，不曾想却在明镜海遇到了，而我若不来到明镜海，可能一辈子也找不到他。你说这是不是缘分？楚风问道。你若是这样说的话，那你就还要感谢我了。楚灵犀笑眯眯地说道。对啊，还真要感谢你。楚风也是笑了笑，但旋即楚风看向宫殿外，此时梁秋大师也施展结界之力，布置了一座宫殿。楚风能够看到梁秋大师、楚轩正法以及古明渊都到那宫殿之内。梁秋大师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休息了，而楚轩正法正在尝试与古明渊交谈，应该是想聊些什么，可是却换来了古明渊的冷漠。古明渊对待楚轩正法依旧冷漠，就像以往一样。可是先前当楚轩正法用自己的身体去挡住那结界门的时候，楚风明明发现在古明渊的眼中涌现出了极为浓郁的担心之色，那样的担心可不是假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这2种态度的反差让楚风越发好奇，古明渊和楚轩正法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灵犀，你可知道你母亲和你父亲他们究竟怎么回事？为何他们明明是你的亲生父母，可2人的关系却又如此僵持呢？出于好奇，楚风好是对楚灵犀开口了。当然楚风这话是暗中传音，他觉得这是隐私，不方便直接问，其实也没什么，是我母亲的问题。而对于好奇的楚风，楚灵犀倒也没有隐瞒，而是与楚风讲述起了事情的经过。楚轩正法虽说在大千上界是1号人物，可若放在整个祖武星域来看，简直不值一提。而古明渊是谁？那可是年少时能与楚轩辕齐名的存在，可以这样说，整个祖武星域就没有人不知道古明渊的。况且古明渊也的确很强，是他撑起了万州古族。由此来看，无论是身份还是实力，楚轩正法和古明渊都是相差甚大。
但是缘分这个东西，有时候来了，真的是挡也挡不住。偶然机会下，楚轩正法发现了一座遗迹，在那座遗迹之内，楚轩正法便遇到了古明渊。古明渊很想拿到那遗迹内的宝物，可往往遗迹内的宝物都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要么破开阵法，要么满足要求。而那遗迹内的主人却给出了一个有些奇怪的要求，只有夫妻才能拿到那宝物。古明渊自然不可能因为宝物就和楚轩正法产生感情，毕竟他骨子里就很看不起楚轩正法。可是不成想，那阵法已经开启，二人若是不能完成要求，便被困在了其中，并且这一困就是足足3年的时间。3年之后，他们二人成功脱困，只不过出来的时候却多出了一个婴儿，那个婴儿便是楚灵溪。所以最终为了脱困，你母亲还是妥协了。楚风问道：对啊，我母亲也算是被逼无奈，就连我的出生也算是一个意外。这下你知道为何我母亲那么厌恶我父亲了吧？不过我父亲是真的喜欢我母亲。楚灵溪很是无奈，原来如此。此时楚风心中有了一个猜测，他觉得古明渊这种人一定把自己的名节看得很重，不可能为了一件宝物而与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也不可能为了脱困而与一个不喜欢的人生孩子。既然被困了3年，那这3年之间一定是发生了一些事。古明渊对楚轩正法是有感情的，并且感情还不浅。如果没感情，以古明渊的性格，很可能在当时就将楚轩正法杀了，不会让天下人都知道他与楚轩正法有了夫妻之实，还有一个孩子。只不过古明渊应该一直在克制他对楚轩正法的感情。为何要克制？想必还是因为他的骄傲，因为他与楚轩正法差距太大了。他对楚轩正法有感情，但内心深处却仍然觉得楚轩正法配不上他。正是这种矛盾心理，才造成了古明渊如今对待楚轩正法的态度。我父亲好可怜啊！楚灵溪仍在望着自己父母所在的方位，再度观望之时，楚风发现古明渊已经离开，唯有楚轩正法还呆呆地站在原地。不过这一次面对古明渊的冷漠，楚轩正法并没有表现出难过，反而在他的眼角还有着淡淡的笑意。怎么可怜了？楚风问道。我母亲那么绝情，我父亲还一片痴心，难道还不可怜？你看他居然还小，好傻呀！唉，可怜了。楚灵溪说道。看到的可未必是事实，看来你这丫头还不够了解你母亲。楚风说道。楚风知道为何此时的楚轩正法再度遭受古明渊的冷漠，反而眼带笑意。当时楚风都看到了古明渊那真情流露的担心，楚轩正法自然也看到了。自然而然的，楚风所发现的也被楚轩正法所发现了。楚轩正法正是知道古明渊心中有他才会如此高兴。我的确不够了解我母亲，与他接触的时间其实并不久，不过再怎么样也比你了解吧。楚灵溪有些不服地看着楚风，而楚风则是笑了笑，并未过多的解释。见楚风没有理他，楚灵溪则是再度将目光投向了楚轩正法所站的方位。要是他们能好好的在一起就好了，放心吧，那一天迟早会到来的，毕竟有你在，他们就不可能没有联系。楚风对楚灵溪说道。我会努力撮合他们的。楚灵溪说道。你们2个小东西就别掺和大人的事了。在二人交谈之际，牛鼻子老道的声音忽然响起，顺声观望，只见他已从店门内走了出来，并且他的手中还提着2个酒葫芦。只见牛鼻子老道将手中的酒葫芦向空中抛起，那2个酒葫芦便分别来到了2个浴池的上空，紧接着2道暗黑色的液体自葫芦之中倾洒而出，分别落入了那2个浴池之中。前辈，这是什么鬼东西啊？当那黑色液体出现之后，楚灵溪则是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和鼻子，就连眉头也是深深的皱起。原来是那暗黑色的液体出现之后，还有一股恶臭传来，而那恶臭正是源自黑色的液体，那个味道很臭，臭得令人作呕。要知道修武者的抵抗力远非寻常人可比，可是这东西的臭气连楚风和楚灵溪都有些承受不住，便可以想象这个东西究竟是有多臭了。鬼东西？小丫头，你说什么呢？这可不是鬼东西，这乃是好东西。牛鼻子老道淡淡一笑，旋即说道。你们拥有的血脉之力乃是来自长辈的传承，但拥有天赐神体的人却皆是被上天所选中的人，他们的体质天生便与你们不一样。所以你们若想得到天赐神体的力量，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打造改变你们的身体，唯有改变了身体，你们的身体才能与天赐神力相融。所以第一步就是淬体，你们2个每人1个池子，进去浸泡吧。记住，要让那圣水涌入你们的身体，才能达成淬炼的效果。你们修武多年，这对于你们来说应该不是难事。牛鼻子老道说道。圣水？这明明是臭水吧？前辈，楚灵溪一脸嫌弃的说道。小丫头，你可真是愚钝，是否神圣岂能从表面判断？你若不想得到天赐神力，那你大可以不去淬炼，要不是答应了楚风，老夫还懒得帮你呢。牛鼻子老道有些不高兴了。灵溪，倒是前辈不会骗我们。楚风对楚灵溪说道。好吧，前辈，人家就是说嘛，您别生气啊，我这就进去哥。楚灵溪说话间便一跃而起，跳入了其中一个池子。见状，楚风也是跳入了另外一个池子。落入池子之后，楚风能感觉到那黑色的液体会主动进入他的体内，楚风若是引导，那液体的力量便可以更加顺畅的在楚风的体内游动，对楚风的身体进行淬炼。但淬炼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完成的事。于是楚风对牛鼻子老道问道。前辈，我们需要淬炼多久？正常来说，你们淬炼怎么也需要100年。牛鼻子老道说道。什么100年？前辈您在开玩笑吧？听得此话，楚灵溪顿时大惊，老夫可没有与你开玩笑，就是100年。牛鼻子老道说道。可是100年的时间，我自己修炼都不知道增进多少修为了，怎么能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楚灵溪有些慌了，不仅楚灵溪慌了，就连楚风也是有些紧张。100年的时间的确太久了，况且
还只是融合天赐神力的第一步，那后面肯定还有其他步骤，这加到一起来算，那可还利奥的。就连楚风也不愿意为了天赐神力而耗费这么久的时间。于是楚风也是问道：前辈，至少也要100年吗？有没有其他方法能缩短时间？小子，你算是问到点子上了。正常来说，的确是需要100年，不过我这圣水可不是寻常的圣水，乃是精心打造而成，用这圣水来淬体，只需10年。而你们淬体的时候，老夫也会运用阵法帮助你们加快速度，所以你们的话只需要1年。当然，若是你们自己的天赋足够，能够有效的引到圣水入体的话，还能缩短时间，搞不好只要3个月就可以了。牛鼻子老道说道：前辈还说没开玩笑，您刚刚可吓死我了。听到这里，楚灵犀松了一口气。老夫说了，正常来说需要100年，但是谁让我厉害呢？有我帮忙就不需要那么久。牛鼻子老道得意地说道：前辈，那淬炼的时候可以中断吗？楚风之所以这样问，乃是他与灵狐鸿飞的约战，算一算时间已经不足3个月，所以楚风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留在此处，也不可能一直淬炼，最好不要中断。若是中断会有影响的，当然若非要中断也不是不可，有我在，就算有问题老夫也能替你们搞定。牛鼻子老道拍着胸脯说道：那便有劳前辈了。楚风说完此话，便闭上双眼，全心投入到淬炼之中。楚灵犀也不例外。而在二人开始淬炼好之后，牛鼻子老道也是盘膝而坐，从他体内释放出结界之力，将楚风和楚灵犀笼罩。楚风能够感觉到，当牛鼻子老道释放的结界之力笼罩自己之后，那黑色液体的确发生了变化，与楚风相融的速度变得极快，并且进入楚风体内之后也是非常的顺畅。楚风的身体在快速的改变着，尽管这不是修为的提升，楚风也感受不到任何好处，但身体的改变却能够清晰的感受得到。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楚风还发现牛鼻子老道所释放的结界之力可不是寻常的结界之力，这样的结界之力对牛鼻子老道是有损耗的。可以说牛鼻子老道是在以损耗自己为代价来帮助楚风和楚灵犀提高淬炼速度。尽管这损耗从现在来看不是很大，但是长时间如此的话，牛鼻子老道也将付出不小的代价。前辈，这样真的没问题吗？楚风问道。专心感受圣水的力量，不要分心。牛鼻子老道催促道。可是别可是了，别浪费老子的力量。牛鼻子老道甚至变得有些愤怒，想必牛鼻子老道是知道楚风想要说什么。见状，楚风也是不再多问，而是全身心的感受这力量。正常来说，这样的淬体哪怕最快也要3个月，也就是至少90天才行，但是楚风却只用了30天的时间便完成了淬体。完成了第一步之后，楚风便开始了第二步。这第二步相比于第一步来说倒也是难了不少，甚至可以说第二步是非常痛苦的，因为第二步要硬生生的在自己的灵魂内再开辟出一个空间，永久性的摧残自己的灵魂，并且还必须准确的开辟出自己想要的空间，差之毫厘都是不行。这就像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工匠，想要雕刻出一个完美的艺术品，只不过艺术品感受不到痛楚，但楚风却能够感受得到。楚风既是这个工匠，也是这个艺术品，他需要自己让自己变得完美，但也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痛楚，并且这件事情只能楚风自己完成，其他人帮不了忙。就这样，他每落一刀都是落在了自己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为了获得更强的力量，为了让4项圣兽重获新生，楚风硬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而自从开始修炼开始算起，第45天的时间之后，楚灵犀也是完成了第一步。因为第二步是在另外一个殿堂进行的，所以楚风和楚灵犀已经分开15天的时间。楚风并不知道楚灵犀已经成功的完成了第一步，他仍在专心的开辟自己的灵魂。哀嚎、惨叫，那种撕心裂肺连绵不绝的回荡于这大殿之内，就好像这是一个刑罚现场，是有人在折磨犯人，的确是在折磨，不过折磨的不是犯人，而是楚风自己折磨自己。楚风毅力很强，每一次开始都是在支撑不住之后他才收手。此时的楚风浑身如同被暴雨淋过了一样，可那却是汗水，并且是冰冷冷的汗水。楚风浑身苍白，眼圈却是黑色，嘴唇却是紫色，就连他的身体也是无法控制的剧烈颤抖着。停止之后，楚风也是长舒了一口气，这个过程实在太难熬了，就连楚风这种毅力坚定的人都已经到了极限，而到达极限之后就必须尽快调理，当身体恢复最佳状态之后才能继续。楚风，你这是何苦呢？可忽然一道声音在大殿内响起，楚风顺身观望，才注意到原来楚灵犀已经站在大殿之内。此时楚灵犀就站在大殿的不远处，他看着楚风精致的小脸之上挂满了情绪，就仿佛写着2个字：心疼。灵犀，你也淬炼成功了。见到楚灵犀，楚风也是面露喜色。对，不过我已经打算放弃了。楚灵犀说道。放弃？为何？寻常人要用100年才能淬体成功，哪怕最快也要3个月，而你应该只用了45天吧？灵犀，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天赋，只要你坚持的话，一定可以成功的。见楚灵犀竟要放弃，楚风则是赶忙开口相劝。楚风，你难道真的相信他吗？我母亲还有梁秋大师都已经对我说了，那牛鼻子老道就是一个骗子，而我亲身尝试之后也觉得他说的方法并不靠谱。楚风，你也放弃吧，我母亲和梁秋大师不可能骗你。那淬体还好说，可是你刚刚经历的是什么呀？你竟然真的相信他的话，去破坏自己的灵魂啊？难道就没有丝毫的怀疑？你就不觉得他是在骗你吗？楚灵犀问这些的时候，眼眸都已经湿润了，他是真的心疼楚风。灵犀，其实让我找到人前辈的乃是我的父亲。楚风说道。楚轩辕前辈听得此话，楚灵犀也是目光一动。对，
我父亲说，道人前辈可以帮我融合天赐神力，而我父亲他不可能骗我。楚风说道。可是我母亲也不可能骗你，梁秋大师也不可能骗你。算了，既然你决定坚持下去，我也没有办法劝你。毕竟楚轩辕前辈的话，你一定会深信不疑，而我也不想质疑楚轩辕前辈。但不管这牛鼻子老道是否真的有这个本事，我都不想坚持了。我已经决定放弃，我也做不到像你这样自我折磨，所以你也不要劝我了。楚灵溪对楚风说道。行吧。见楚灵溪心意已决，楚风也不好过多的劝阻，毕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而楚风选择尊重楚灵溪的决定。楚风，我母亲给你的火灵咒，你掌握了吗？楚灵溪问道。还没有。楚风说道。你与其在这上面浪费时间，还不如赶紧掌握那火灵咒。楚灵溪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不仅仅是心疼，还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我会掌握的。楚风笑嘻嘻的说道。不过也无所谓了，反正你与灵狐鸿飞的约战已经取消了。楚灵溪说道。取消了。听闻此话，楚风也是有些意外，于是赶忙问道。灵溪，怎么回事？是梁秋大师收到的消息，你若好奇，就去问问他们吧。楚灵溪说话间便向殿外飞去，而楚风也是赶忙跟了出去，来到了梁秋大师和古明渊等人所居住的宫殿内。楚风，你怎么这么虚弱啊？梁秋大师和古明渊看到此刻的楚风，顿时一脸的紧张。自从楚风开始融合天赐神体以来，他们便一直没有见到楚风，也不知道楚风的情况。而这一见面，楚风就如此虚弱，他们自然担心。不用担心，他这是自己弄的，为利奥得到天赐神力所付出的代价。楚灵溪率先说道，他的脸色不太高兴，声音之中也有着几分埋怨之色。他已经坚信牛鼻子老道是一个骗子，所以发自内心的不希望楚风继续坚持下去，但楚风却执意坚持，所以他才会如此的不高兴。楚风，要不然就算了吧，老夫比你认识那牛鼻子时间久，他真的很不可靠。梁秋大师一脸的心疼。楚风，梁秋大师不会骗你，这牛鼻子早就臭名昭著了，整个祖武星域除了你，怕是没有人会相信他了。古明渊也同样一脸的心疼。而对于这个问题，楚风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但他的笑容已经给予了梁秋大师和古明渊答案。楚风他还是想要继续坚持，见楚风如此，他们也是不再多劝，主要是不想让楚风为难。梁秋大师，听闻灵狐鸿飞取消了和我的约战，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楚风问道。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只是乘风传来消息说灵狐鸿飞已经取消了约战，想必是灵狐天族与星域主界的交战出现了问题吧，毕竟他们面对的对手可是称霸祖武星域多年的无名一族啊。梁秋大师说道。这样吗？对于梁秋大师所说的话，楚风倒也觉得很有道理，不过这倒也是一件好事，你可以在这里安心修炼一段时间了，毕竟你相信牛鼻子那个家伙。梁秋大师淡淡的笑道。这件事情可不是他说取消就能取消的，就算约战取消，但是他对灵犀做的事不可能一笔勾销，我迟早还是会找他算这笔账。楚风说道。我的事还是让我自己解决吧，我会亲自击败他的。楚灵犀说道。那就在你击败他之后，我再击败他。楚风说道。我若是击败他，就会直接杀了他，你可没有机会。楚灵犀对说道。那也无所谓，仇报了就好。楚风淡淡的笑道。楚风，我准备带着灵犀离开了，我们要回到万州古族。古明渊说道。楚风，我也要回去了。紧随其后，楚轩正法也是开口。也好。楚风点了点头，并未过多追问。楚风觉得他们未必是有要紧事要离开，可能只是不想继续留在这里，毕竟他们那样不喜欢牛鼻子老道。不过实际上楚风也不想他们留在这里，所以这样一来倒也合楚风的心意。楚风，临走之前有一件事与你说，我们单独聊聊吧。古明渊忽然说道。好。见状，楚风也是赶忙应下。随后古明渊便将楚风带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这里便只有楚风和古明渊两个人。楚风，我知道你很倔强，但是我还是想劝一劝你，倘若79天之后，古明渊话还未说完，楚风便抢着开口。前辈若是要我放弃去救朱前辈的话，那还是不要劝了。楚风，我只是不想你白白送死，若是连那位朱前辈都无法从那静心之地安然回来，你又凭什么？你凭什么去救他？古明渊问道。前辈，人活着就要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否则便是生不如死。倘若我就这样放任朱前辈不管，那我楚风余生也难安然。所以前辈莫要劝我了，不如让我劝劝前辈吧。楚风说道。劝我？听得此话，古明渊微微一愣，不明白楚风有何事要劝他。我若没有猜错，前辈应该对楚轩正法前辈是有感情的吧？前辈不要不承认，那个时候我看到了你对他的感情。楚风说道。大人的事情你还是不要管了。古明渊说道。前辈明明也喜欢楚轩正法前辈，为何要对他如此冷漠？楚风问道。楚风，这个世界上感情是存在的，但现实也不可避免。我从小时候就希望能找一个强横的修武者来保护我，所以从小我就定下目标，我的夫婿一定是比我强大的男人，否则我宁愿终生不嫁。我知道灵犀与你说了我和楚轩正法的事，也不瞒你，当初在古镇之中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为了离开那古镇，曾多次尝试过强行离开，是他一次次救了我，甚至有几次他为了救我差点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说实话，在那种特殊的条件下，我当时的确是动情了，我甚至想过就真的嫁给他，所以后来才有了灵犀。只是当我们离开古镇回到祖武星域，一切恢复正常之后，我才意识到我还是无法接受他在这样残酷的修武世界里拥有力量才能拥有话语权，所以我还是无法接受一个实力不如我的男人。古明渊说道。可是前辈，您明明喜欢楚轩正法前辈，你们明明有感情啊。楚风说道。喜欢又如何？喜欢是喜欢，但认可是认可，我古明渊宁愿嫁给一个我认可的人，
也不会嫁给一个我只是喜欢但却比我弱的男人。古明渊说道。听到这里，楚风也是不知该如何相劝了。他能感觉到古明渊的态度非常坚决，况且楚风也知道这是古明渊和楚轩正法的事情，他只能简单的劝劝，但的确没有资格干预。于是楚风略带歉意的说道：“前辈抱歉，是晚辈唐突了，不该与您说这些的。没什么，毕竟你也是希望我们好，也是希望灵犀好。不过感情这种事情真的勉强不得，就好像你的父亲。”话到此处，古明渊却又忽然收声，随后却是苦笑着摇了摇头。而见此一幕，楚风这是意识到了什么，难怪古明渊对自己这么好，他对自己的父亲似乎有着特别的情感，尽管他们之间似乎并不怎么熟悉。楚风，答应我，若是以后我遭遇什么不测，你可要保护好灵犀。忽然，古明渊对楚风说道：“前辈放心，我会用性命保护他。”楚风说道：“我很放心，因为我已经见识过了。”古明渊笑得很是欣慰。随后，楚风又与古明渊闲聊了一些，但并没有多聊，因为他们似乎真的急着离开此处。而当楚灵犀、古明渊、楚轩正法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楚风自然也要去送，尽管不能送他们到传送阵，但至少也要目送离开楚灵犀。可是，就当楚灵犀他们将要离开的时候，一道声音却自那座楚风修炼的宫殿内响起。那声音乃是来自牛鼻子老道：“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是不是真的要放弃？你若是放弃，这一辈子都别想再得到老夫的帮助，这辈子也别想得到天赐神力的力量。”牛鼻子老道的声音再度响起，他是知道楚灵犀要走了，所以他的声音之中有着几分怒意。其实听到牛鼻子老道的话，楚风心中有些心酸。别看牛鼻子老道平时嘻嘻哈哈，根本没有一个前辈的模样，但这些日子来，牛鼻子老道是否有帮助他们，楚风却是看得清清楚楚。楚风知道牛鼻子老道是很看好楚灵犀的，他之所以这样问，其实是不想楚灵犀走。不过可惜的是，楚灵犀去意已决，多谢前辈照顾，也多谢前辈将我父亲和楚风从死亡之门内带出来。但对于这天赐神体，我真是消受不起。前辈，告辞了。楚灵犀高声回道。而听得此话，牛鼻子老道的声音也没有再响起。随后，楚灵犀三人便真的离开了，但梁秋大师却留了下来。不过，在目送楚灵犀离开之后，楚风则是赶忙回到了牛鼻子老道所在的宫殿之内。这座宫殿最外面的大殿，乃是楚风修炼的地方，而牛鼻子老道一直在内殿之中。平日里，牛鼻子老道若不呼唤，楚风从不会主动踏入内殿。可是这一次，楚风却是直接推门入，进入了内殿之中。当楚风进入推开殿门之后，便看到了牛鼻子老道。只是看到牛鼻子老道的一瞬间，楚风却是愣在了那里。前辈，您。此时的楚风眼中满是心疼。牛鼻子老道此时未穿衣衫，光着身子盘坐在一个浴盆之内，那浴盆乃是阵法所化，那是疗伤大阵。楚风先前便从牛鼻子老道的声音中听出了牛鼻子老道此刻有些虚弱，也正因担心牛鼻子老道，他才推门而入。而眼前牛鼻子老道的情况可比楚风想象的要糟糕得多。你怎么进来了？见楚风进来后，牛鼻子老道有些不高兴。前辈，先别说话。然而楚风却根本不理会牛鼻子老道是否高兴，而是直接来到牛鼻子老道近前，释放出结界之力，帮助牛鼻子老道疗伤。此时楚风内心复杂，脸上更是不满惭愧。牛鼻子老道虽然长相丑陋，年龄也很大，可是平日里说话却是底气十足，更是笑口常开。可此时的牛鼻子老道却是非常的虚弱。楚风知道牛鼻子老道之所以会这样，乃是因为他帮助楚风和楚灵犀淬炼所致。从一开始，楚风就意识到牛鼻子老道帮助他和楚灵犀加快淬炼速度，会对其自身造成损耗。但此时见到牛鼻子老道之后，楚风才发现这损耗可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楚灵犀错怪牛鼻子老道了，牛鼻子老道绝对没有骗他们，否则牛鼻子老道不可能这样帮助他们。不过楚风在帮牛鼻子老道疗伤的同时，目光却也无法从牛鼻子老道的身上移开。虽然牛鼻子老道此刻很是虚弱，可是牛鼻子老道身上的伤痕却是更加触目惊心，那是旧伤，但这旧伤却是遍布全身，就好像牛鼻子老道的身体曾经碎裂过，然后又一点一点重新拼接而成的一样。那伤痕不简单，否则不可能连肉身都无法修复，至今还如此明显。楚风猜测牛鼻子老道曾经定然是遭受过重创，那一定非常的惨烈。尽管眼前的只是旧伤，但楚风却也能够想象当年的牛鼻子老道经历过什么。楚风甚至觉得牛鼻子老道现在还能活着就已经是奇迹，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死里逃生。楚风心意领了，但是你帮不了我，赶紧调理身体，然后继续开辟灵魂吧。牛鼻子老道说道。前辈，我不急，您先养好伤势，我再继续开辟灵魂也不迟。楚风说道。你确定你不急？牛鼻子老道问道。那灵狐鸿飞已经取消了和我的约战，我自然不急，我等融合天赐神力之后再去找他，替灵犀报仇。楚风说道。小子，你刚刚被他们骗了。牛鼻子老道说道。被骗？前辈，您这是什么意思？听得此话，楚风顿时目光一动。关于你的事，老夫已经大概知道了，而灵狐鸿飞也并没有取消和你的3个月之约，那约定照旧。不仅如此，现在的祖武星域霸主之位也已经换人了，而当今祖武星域的霸主不是别人，正是灵狐天族。牛鼻子老道说道。无名一族被灵狐天族击败了。此时楚风的眼中也涌现出了震惊之色。无名一族除了少数高手逃脱之外，其余族人全部被抹杀。牛鼻子老道说道。灵狐天族竟然拥有如此实力，楚风内心更为震荡。他虽然知道灵狐天族敢挑战无名一族一定有着一定实力，但却没有想到
这场关乎祖武星域霸主之位的战争竟然会这么快就结束。很明显，灵狐天族比楚风想象的还要强大。可是他们为何要欺骗我呢？难道说林夕想独自对付令狐鸿飞？楚风问道。应该不止如此，他们是怕你遇到危险，因为传来的消息其实有2个，除了灵狐天族夺得了星域主界的霸主之位外，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则是关于你和令狐鸿飞的。牛鼻子老道说道。前辈，到底是什么消息？楚风追问道。天机尊者，你应该知道吧？我可是听闻你与令狐鸿飞的宿命一战就是他引起的。牛鼻子老道说道。所以第2个消息与天机尊者有关？楚风问道。对，天机尊者又做出了预言，这一次他预言出了你与令狐鸿飞这一战的结局。牛鼻子老道说道。听到这里，楚风的目光也是变得凝重起来，问道：那结局如何？你会死？牛鼻子老道说道。死？听得此话，楚风也是心中一紧。对，这一战你不仅会败，而且还会死。天机尊者的预言每一个都准确的发生过，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失误过。正因为这个预言，古明渊和楚灵溪以及楚轩正法，包括梁丘大师他们，才合起伙来欺骗你。不知道你可有注意到，他们的身上都有结界之术流转，那是梁丘大师做的手脚。他知道你是圣袍界灵师，观察力敏锐，害怕楚灵溪他们所慌被你察觉，所以特意在他们身上布下了阵法，就是为了欺骗你。不过他们也是为了你好，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告知你真相。牛鼻子老道说道。多谢前辈告知我真相。此时楚风是真的对牛鼻子老道充满了感激。楚灵溪他们是为了自己好，可楚风却也知道楚灵溪他们将面临什么。他们将面临的不再是灵狐天族这么简单，而是整个祖武星域的最强势力。而楚灵溪将面临的对手，则是天机尊者预言出连楚风都无法击败的人。楚风不可能让楚灵溪以及楚氏天族的人去面对这一切，哪怕明知此战凶险万分，可楚风还是要去。所以你已经决定要赴约了？牛鼻子老道问道。楚风点了点头，明知要死还是要去。牛鼻子老道问道。死？何以见得我就一定要死？楚风反问道。天机尊者的预言从未失误。牛鼻子老道说道。那这一次他便失误了。我楚风连命部都不认，又岂会认他一个天机尊者所做的预言？楚风的嘴角扬起了一抹冷笑。好，你小子有骨气，把你那火灵咒拿出来，老子帮你融合。牛鼻子老道忽然起身，穿上衣衫之后，对楚风伸出了手掌。前辈，您的伤势还健壮？楚风则想要劝阻，毕竟此时的牛鼻子老道还很虚弱。伤势？老子身上的伤痕你也看到了，与那个相比，此时的伤势算个屁。楚风，你现在背负的可不仅仅是自己的名誉，还有你父亲的名誉以及你爷爷的名誉，所以你要么不去，若是要去，就给老子打场胜仗回来，让天下人看看你的本事。是个男人就别婆婆妈妈了，把火灵咒拿出来吧。牛鼻子老道对楚风催促起来。见自己拗不过牛鼻子老道，楚风便将那火灵咒取了出来，但取出来的还不仅仅是火灵咒，还有一个卷轴。前辈，您神通广大，不如也帮我看看这卷轴内是什么吧。楚风说道。那个卷轴乃是他父亲从玉苍上界魔域谷带回来的，而魔域谷乃是曾经的祖武星域奇人遗迹之一。楚风也尝试过打开这卷轴，但却根本打不开。但楚风却觉得这卷轴很不简单。本来楚风是想依靠自己打开的，毕竟这是他父亲的东西，他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开启。只是现在的形势很不乐观。楚风尽管嘴上说不惧怕灵狐天族，但是这一战究竟是生是死，楚风却也不知晓。正因如此，楚风才想借助牛鼻子老道的力量打开这个卷轴。老夫看看。牛鼻子老道将卷轴拿了过去，只是打量一番后，就连他也是摇了摇头。老夫若没有猜错，这里面应该是尊境武技。牛鼻子老道说道。